安古城的第2天，我们打算以古城巡礼来开启我们美好的一天。我们漫步在古城的街上，并体验了惠安最知名的法国面包，酥脆的口感跟台湾的真的完全不一样。还到了惠安知名的网红咖啡厅，还体验了越南才有的盐咖啡，浓浓的奶香泡沫，还有他们人工手绘的图腾，那是在炎炎夏日的午后所做的不二选择。像我们去惠安最知名的行程之一椰子船，没想到在这边还可以自己手动划船，跟着越南阿姨一起大喊台湾加油！随着夜幕降临，我们还去体验了放水灯，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吧。今天是惠安早上第2天，因为起床时间比较晚，所以已经接近中午，天气非常热。我们今天主要的行程就是在古城里面逛一逛，吃吃东西。现在要去古城里面，然后先吃面包。这家法国面包听说是在惠安数1数2的。那等一下我们参观完古城之后，接下来就会去吃面包啦。超热的。白天的惠安有别于晚上灯火通明的样子，虽然少了灯光的渲染，但这些五颜六色的灯笼在阳光的照映下更显得出彩。我们也更能清楚地看见它们每一个的与众不同。不知道是因为被法国殖民过的关系吗？我感觉这些房子非常的有异国风情呢。这些马卡龙色搭在一起，意味让人家觉得有一种幸福洋溢的感觉。在我们前面这个粉红色的建筑物，它是来源桥的桥梁，我没有进去。然后这个视角啊，可以看到很多人都在这边拍照。接下来我们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到惠安古镇河岸的风光，然后我们的镜头就会带到刚刚所说的来源桥的一个整体视角。可以看到这边有非常多人在这边拍照，因为这是一个非常热门的打卡拍照地点。在这个黄色海房前面拍照真的非常有感觉。接着我们继续步行呢，就会来到广照会馆。我绝对不会说是因为要收费，所以我没有进去看。好啦，其实是因为我觉得它长得很像台湾的庙宇，所以我觉得好像还好，就没有进去了。我刚在路上随便买了一顶斗笠，大概才100多块台币，然后它的图案也是蛮复古的。奉劝各位来越南一定要做好防晒措施，不然你的脸一定会晒脱皮，然后又晒出斑。接着被太阳洗礼完之后，我们就赶快导航到这家我最想要吃的越南面包。可以看到他们的佐料非常丰富，但其实我有点怀疑，在这么热的状态下，他们这些食物真的卫生吗？我在网络上看到最推荐的是第一个 mix 的，有猪肉、还有鸡肉跟火腿的口味。终于等到我们的餐点上了，可是看到这个蛋好像有点油耶。然后旁边应该是辣酱，可以沾着面包一起吃的。其实它跟我想象的有点不太一样，感觉没有很好吃。然后还加了我最不喜欢的香菜，不过我们现在试试看吧。整体来说，它的面包算是很酥脆，但我想说法国面包应该都差不多，它酥脆应该是法国面包的基本要求。然后它里面的内馅其实就像是刚刚菜单介绍的，有火腿啊、barbecue 的猪肉跟猪肉等等的。实际上吃起来偏油腻感，因为它里面的蔬菜量并没有很多。然后里面都是炸弹的油耗味比较重一点，所以接下来加一点辣酱，来试试看有没有办法多增加一些不同的口感。加的比较好吃。总体来说，有路过的话可以来吃吃看啦，但就一般般咯。吃到一半就会开始觉得有一点腻，然后你看我的手油油的，我觉得真的是因为它生菜量放不够多。而且虽然说它里面有开电风扇，还是很热。我在那边喝啤酒，它其实很快就退冰了。它现在已经是一瓶常温的酒，明明我10分钟前才去买的。现在我只想要赶快前往下一个行程，事不宜迟，让我们赶快前往打卡惠安的网红咖啡厅吧。来到越南这个咖啡出口国，我们一定要好好品尝当地的咖啡。
这是一家很受外国游客喜爱的咖啡厅，在这边可以感受到惠安浓浓的古镇特色。我点了一杯有名的饮品盐咖啡，他们的装饰风格跟台湾很不一样，不是拉花，而是直接在奶泡上面作花，而且他打的这个奶泡其实非常浓密，很难搅动。这边我想尝试把奶泡都搅匀，但发现怎么搅好像都没有办法融进里面的咖啡。原本还很担心，如果没有把它搅匀的话，喝起来会很像那种腻口的鲜奶油。不过没想到它是那种很缜密的那种打发的鲜奶油，很像台湾手摇饮店的那种芝士奶盖的味道。虽然咖啡厅里面没有空调，不过我旁边就是电风扇，看着强风把我吹的。加上越南没有台湾那么闷热，如果午后来这边避暑，我相信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。休息够了之后，我们就前往嘉南岛体验椰子船的行程。这次我们在客路上面购票，一个人才108块台币，比现场买便宜很多，也不用担心被骗。Hello, you want hat? 我们一上船之后，阿姨就给我们2顶斗笠，因为在行进的过程其实是完全没有遮蔽物的。你看她自己包的这么密不透风，就知道下午的太阳也是非常毒辣。接着他就会问你是哪一国人，开始了他的表演。Hi, bonjour. It's the first time come to Vietnam? This is my third time. Yes. How long you stay in Vietnam? This time? Yeah. 7 days. 7 days. Yeah. You enjoy? Yeah. It's the second day. Yeah. 好的，好吃力。 Hi, bonjour. Open canon side. 其实这边外国游客非常多，大部分都是中国、韩国人，然后他们完全分不清楚不同人种。Okay. Good. 滑到中间之后，我们就看到经典的摇船动作，但其实现场并没有像网络上的那么快。但我们后来实际体验之后，那个晕眩程度真的让人很想吐。接着他就叫我们穿上救生衣，然后问我们想不想要自己滑看看。但在这边我严重怀疑他应该滑太累，想要休息才叫我们滑。为什么会这样说呢？因为你看我的手就知道非常的吃力，非常不容易。然后我们这才意识到他滑得很用力。但是重点，他根本也没有教我们要怎么滑，所以我不管怎么转，都是在原地打转。对啊。滑没多久，我其实就想换人滑了。经过刚刚艰辛的体验，我们一路上都在讨论要给他多少小费。只不过船票才100块台币，所以我们一直在想给多少到底适合。300、100多块台币。必须老实说，你遇到的船夫真的很靠运气，因为只有我们的这船夫会一直大喊“台湾加油”，其他人都很安静。而且这个阿姨人很好，她其实一路上都有注意到我在拍摄，所以她还主动问我要不要拍照。OK。然后他就载我们到比较好取景的地方，椰子林的中间。拍完照之后，我们就准备回惠安古镇，然后要来喝当地有名的莲花茶。终于从嘉南岛回到惠安古镇了，现在大概下午4、5点，不过天色还是非常亮的。其实越南的好处就是它的天气没有台湾那么闷热，不过选在下午去坐椰子船还是整个大中暑。接着我们沿着古镇的街道一路步行到网红的名店莲花茶。这边不只有卖莲花茶，连一些主食都有卖。现场大概排了30-40个人，大家都是冲着这莲花茶来的。
因为它最大的卖点就是里面真的插了一片莲花，不过喝起来就像是甜甜的茶而已。It's so so。不知不觉天色又晚了下来，整个惠安古镇又开始热闹了。这边有一个我非常想要体验的行程，那就是放水灯。不知道为什么放水灯这个活动一直让我想到中国的习俗，还有屈原等等的。虽然我没有去查越南这边放水灯的典故，但我一直感觉是把思念啊、愿望放出去就有成真的可能这种寓意。用1万越南盾去换一个梦想，感觉好像也不错。但是我以为自己在演言情小说，不管啦，反正希望越南行顺利。随着我的水灯越飘越远，我们在惠安第2天的行程也逐渐到了尾声。我们明天终于要前往岘港啦，希望我们下期再见喽，拜拜。